这是我第3次在 W3C 做演讲，中间之前2次的话呢已经有一些观点，那么这一次讲话呢是一以贯之的。如果中间有一些名词大家不太听得懂的话，大家可以去翻看我前面的演讲的视频啊，这个我就长话短说。那么这个题目是 Evolving to User Intent Driven Web。那么这个题目主要来自于 Tim Berners-Lee 最近的新书This is for everyone， 因为中文就是万元网是所有人的。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可以用用户意图驱动的经济这个网络来 Web 来代替现在的这个注意力的经济的 Web 所以我就用了这个题目。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如果要走向用户 intent driven 的这个网络Web 的话呢，我们对照一下这2种情况一个是注意力经济，一个是意图经济。那么第一个注意力经济的话，它的平台是免费的那么对于这个意图经济的，刚才这个胡教授提到了 user agent， 我这里用 personal agent 它不是同一个意思。那么因为 personal agent 是自己所有的，所以你也不用付钱，是吧？已经有了。那么他要为什么付钱呢？那么这个在意图经济里面，它是为这个平台上的应用某些时候要付钱，不管你要打车也好，你这个买东西也好你是要付钱的。那么对于意图经济来讲的话呢，你用这个 agent 的话，你要消耗很多的资源，尤其是 token 你要买 token。那么还有什么算力存力第三方的工具数据这些东西，你可能都要付钱。那么作为用户的输入来讲的话，对于意图经济对于这个注意经济来讲，你只需要简单的用户意图就行了，反正我就是免费使用比较简单的，像交朋友这个获得信息等等这些东西。但是对于意图经济来讲的话，那么实际上对于用户的除了简单的意图之外，它也表达复杂的意图，像这个高度职业化的这个工作，还有这个战略规划设计方案coding 这些东西。那么这个呢，就是对用户的要求会比较高。好处从注意力经济来讲的话，平台是免费的，因为已经有广告商把钱给付了。那么对于意图经济来讲的话呢，你必须产生你的收入，你的收入要 cover 到你的成本，否则的话可能很多人就不会干这个事情了那么对于坏处来讲的话，那这个平台经济或者这个注意力经济来讲的话呢，它的坏处是比较明显的就是个人的隐私可能会被泄露，或者呢被算法做操控，那么你就生活在信息茧房里面。那么对于意图经济来讲，那它有可能是你的成本有可能失控那么还有就是说，对于用户的这个意图表达的要求更高。那么适合的场景注意力经济的话，它就适合这种我们叫做cost centric就是成本中心的这样一个场景。我就是反正就免费，然后呢就用就好了但是呢对于意图驱动的这个场景的话呢，那你必须尽可能形成这种这个 profit center， 就是这个叫做什么收入为中心的这种模式。然后就像我以前提的一样，因为 AI 一直在替代我们的现有的工作，那么以后可能很少的情况，越来越少的情况是一个老板给你一份工作，你要拿着月薪非常 stable 非常稳定，这种情况越来越少因为这种工作通常容易被 AI 所取代。那么更多的你可能需要创造你独特的工作，就像我之前提的福尔摩斯式工作岗位或者华生式工作岗位那么这2种情况会共存，但是会往前演进。随着 AI 替代的越来越激烈的话呢，那么个人必须要用自己的 agent 来创造价值。那么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作为 Web 的入口，它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前我们都是通过平台去访问 Web， 那么现在你可能主要是通过个人的 agent 去访问 Web。这个里头有很多好处，比如说它的这个功能可能更强大更好的个人的服务，没有广告的打扰然后更好的隐私保护还可以产生收入所以呢，我们就预判的话，将来慢慢的会往这个方向去演进那么往这个方向演进有很多的问题刚才提到的这个研究是1年以前我们可能会担心没有任何一个商业的公司会提供 personal agent 给大家，现在已经没这个问题了，因为有 Open Cloud 出来了。Open Cloud 的设计原则有3条，第一条就是这个local first， 就是你的数据、你的所有的 knowledge、你的 memory、你的所有的 context， 你都存在本地，不被平台掌控。那个人属于个人，就是数据回归个人，这个东西是走向去中心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那么第2个特征就是 model agnostic
啊，就是模型无关，就是我调用任何 Python 的模型，其实我可以随便切换，它不会 stick， 不会粘在某个平台上面，这也是去中心化的一个重要的阶段。第三个就是这个 action oriented， 就是面向行动，因为这个 OpenCloud 它设计了很多非常重要的，包括 skills， 包括智能体的互相调用，那么会极大的增强用户的能力。那这个时候呢，用户能力之后，它其实脱离平台，它就更有底气。最重要的是现在这个 OpenCloud 开源了之后，它会导致这个获得一个个人 agent 的这个成本，个人智能体的成本会大幅度降低，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在过去的不到1年的时间里面，从 OpenCloud 出现了大量的网络安全问题。我把这些所有的问题我都过了一遍，我突然发现，其实不是它有多严重，而是因为 OpenCloud 根本就没有安全设计，所有的这些安全问题基本上都是低级错误。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还有很多高级错误啊，好多高级问题。所以呢，为了确保安全的话，我认为在这个个人智能体使用的时候，安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首先，我们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就是确保是我在使用，而不是被某个人替代我了。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有比较简单的方法，或者说比较成熟的方法，就是生物特征识别啊，包括脸部识别，这个掌纹、指纹，血管，静脉识别，声纹，虹膜一堆，还可以把它很多方案把它结合起来。这样的话呢，使得伪造个人的物理身份基本上不可能。可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还要解决我是谁的问题，就是我在这个社会上面我是有身份的，那这个身份谁来定呢？就我有一些官方的这个 digital identity 数字身份，比如说欧盟的 EUDIW 啊 digital identity wallet， 或者说中国最近这个公安部搞的这个网证啊 net ID。那么这些东西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需要有外部的协议，把这个个人的物理身份被验证以后，跟这个社会的这个数字身份进行强绑定，而且不可以篡改的这种绑定，啊，这是安全设计的第一步，确保我是我以及我是谁的问题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 Web 的协议的设计呢是一个挑战，尤其是当我们使用公共的终端而不是个人终端的时候，因为使用个人终端这个事情好解决，一旦你经常有场景要使用公共终端来做个人的身份验证的时候，这个时候协议的设计要没有漏洞的话，这是非常挑战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看，接下来就是我的个人身份确定之后，我要使用我的个人的 agent 这个智能体去访问这个网络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网络的这个作为安全是对吧？它有很多的基本功能和扩展功能啊。我们比如说这个 browser 的功能，搜索引擎的功能啊 ，chatbot， 社交网络、个人的自媒体等等 email。这一堆功能都是我们跟外界打交道的这个入口的工具，而这些工具将来会完全集成到一个 agent 里面去啊，这个 agent 已经足够强大去做这样的事情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就是一定要确保这个外部的协议，一定要确保我的个人身份跟这个 agent 之间是完全 login 是双向验证的啊，是不可篡改的，因为这个地方一旦被篡改或者被黑客攻入的话，这是个灾难性的一个结果。那么第三步就是我们还要通过人的意图表达，通过各种各样的个人智能体，叫做工作的、生活的、娱乐的、这个健康的这样的智能体去访问数字世界、物理世界。那么这种时候的话呢，意图的表达能不能够被完整的这个去理解和执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AI alignment， 就是这个一致性问题。啊，这个问题里面的话呢，我们既不希望这个 AI 曲解我的意图，或者说没有正确的执行我的指令，更不希望它在执行过程之间去干一些额外的事情，造成额外的伤害。啊，所以这个 AI alignment 是非常关键的。在这个地方，如果说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人类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它可以把所有的纯的工作都外包出去给 agent 来做。那么它只需要聚焦在什么创新啊、决策啊、建立信任啊，还有情感联系啊。这样的 AI 不可取代的工作上面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之前谈到了这个 AI 的4个趋势。那么第一个趋势就是 AI 的就是智能体平民化，在平民化的过程中间，其实整个的架构里面设计会发现很多的安全漏洞。你比如说这个非法的访问这个个人数据空间啊。那么因为我的数据是要拿去做训推的，训推的时候它必须是明文的时候就有可能被劫持。或者说被人访问，这个时候呢，可能有一种技术叫做全同态加密，就是 full homomorphic encryption。那么这个技术的话呢，
现在还不是很成熟，它的效率还太低。我们期待在2028年到2029年把它的效率达到跟这个 AES 同一个数量级的时候，它就可以商用了。第二个就是说，像我们有一些极端情况，我们把手机丢了，或者我们这个客户死了，他要继承这种极端情况也要考虑安全问题。个人这个智能体的这个失控的问题，还有就是被敌手劫持的问题，这些问题呢都是有可能这里出现的。这里头所有的解决方案，我用绿色来表达的时候，就说明其实目前的这个网络安全的解决方案它不一定够用，可能我们要开发新的技术。那么接下来还有就是去中心化的时候，这个场景也很复杂你比如说在这个双向验证的时候，可能会有 man in the middle 这样的攻击，就中间人攻击，或者说呢有一些其他的个人，他利用一个智能体跟你打交道的时候，他有一些不当的行为，欺诈呀、这个煽动这样的行为，那么你怎么去规避它？另外还有一种就是他跟你做生意的时候，他要你先做证明，你有某种资格，这个时候其实他只是想探测你的心，他并不想真的跟你做生意。那这种人其实也存在。那么这时候可能我们需要一种技术，就是零知识证明。但是我们知道零知识证明是一个数学上的概念它应用的场景非常窄，可是我们面对的是非常复杂的现实的社会场景。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开发新的零知识证明的这个技术呢，来支持这个功能来防止我们的这个个人数据的泄露。那么最后还有一个是多方活动的时候，那么有一些不友好的这些人，他可能会抵赖我们的已经达成的这个共识，或者说去修改我们历史的这个记录。那么这些事情都是应该被杜绝的。那么在这个 AI 联网化这个过程中间那是也有很多，包括攻击它的交易过程或者修改这个agent 的 description 那这些东西呢都有可能导致严重的问题。那么最大的一个最新的东西就是所谓的这个 prompt injection。就是提示式攻击。那这个攻击的话呢，到目前为止大家都在研究，到底应该如何去规避这个问题。我看到目前呢有一些方案，但是并不是很完整，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接下来的话呢，就还有很多像这个 decovering 的时候，也会有很多这种篡改的问题或者就是故意的 lock in 的问题，或者技术 lock in 的问题和这个劫持问题我就不细说了。那么这里做一个全景，有这么多的这个不完整清淡的这个解决方案的需求，其中大部分是绿色的，很多是绿色的，都是我们要重新开发的解决方案。这个地方就会有大量的标准制定的这个需求工作，尤其是有两个观点呢，一个观点就是不管我们的这个网络安全解决方案的到底设计成什么样子，最后保底的必须是这个加密算法、密码算法。为什么呢？到目前为止，只有这一种东西是 AI 没法攻破的它的一个就是我们经常说一个算法它的提供的这个可能性比宇宙中的原子的总数还要多得多所以呢它是能够安全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关于密钥管理的时候智能体都是运行在软件环境里面的，如果它的密钥都放在内存的话，也是很不安全的。所以我们要提供芯片级的安全的这个密钥管理的解决方案那么接下来就是刚才这个胡教授提到的AI programming 的问题 ，AI coding 的问题。那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就是我们 W3C 实际上我们在开发 Spec 开发 Spec 之后，未来有可能就是说，因为有刚才有大量的这个 coding 工具或者 AI 这个包括 OpenCloud 的工具存在的时候，我们可能 Spec 一做出来的时候 code 就出来了，我们是同步的它是零距离的。那么其实接下来的工作更关键的是如何去确认这个 code 是安全的。以及在它不管是它的上线之前，我们要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确认。那么上线之后还有持续的verification 来保证它的 on the fly 的时候，它这个运行的时候不会出问题。那这两份工作的话呢，我听到上午我们的这个 AC 的讨论，其中有一些提到一些我们在 AI 时代怎么生存的问题，其实可以考虑 W3C 在这两个服务上面可以收钱的，因为这个是非常这个 code 不一定是 W3C 自己写的但是 W3C 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在这个 AI 时代，我认为这两点会变得非常重要。那么最后总结一下我 take away 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趋势的话呢，我们的期待或者预判的是用户的意图驱动的 Web 会逐渐的在并行的过程之间替代注意力经济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这个网络的入口会变成个人的智能体第二个的挑战的话呢，就是有大量的协议需要重新制定，因为围绕这个个人智能体的话，我们的基本上现在很多外部协议是缺失的
是没有的啊。第三个的话呢，就是网络安全是在中间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而这个保证这个 AI alignment 是网络安全的一个核心目标啊，这是我们的核心目标。第四个就是密码学和硬件的密钥管理，这是我们非常需要关心的问题。最后一个就是 W3C， 我们要考虑在 AI 时代如何增加收入，尤其是在这个代码上线的时候。谢谢。